见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常太医，你到底给太后吃了什么药？为什么病情加重了？现在甚至上吐下泻。回皇上，臣开的药方都是理气调身、养护心脉的药，不可能造成老佛爷上吐下泻，除非老佛爷吃了其他东西。皇上，听说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还特别做了猪心汤来给老佛爷补身体，会不会是用了黑心猪的猪心才出了问题？不可能，食材是小燕子和紫薇在御膳房里拿来做汤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黑心猪？皇宫里的食材都是层层把关，绝对不会有黑心猪的问题。不是猪的问题，那就是人的问题了。不知道两个格格有没有额外在汤里加了什么料啊？加了什么料？难道像皇额娘您一样，加了桃花粉？放肆！老佛爷命在旦夕，你不抓出元凶，还敢对我嚷嚷？启禀皇上，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做的纯粹是一碗热汤，没有其他药材。造成老佛爷上吐下泻，一定另有他因。臣恳请皇上，待臣化验完老佛爷的呕吐，便可知道真相。皇上，您绝对不可以让长寿化验，他自己开的药方，自己煎的药，还让他自己检验，这不是太可笑了吗？长寿这种说法，根本就是想掩饰罪行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能被愚弄了。皇上，常太医煎药的过程，臣都参与。如果有任何疏漏，臣愿意和常太医一起承担责任。皇阿玛，这药是我煎的，煎药的火都是我烧的，我愿意跟常太医承担责任。紫薇也是共同的参与者，绝对相信常太医的医德和医术。够了！你们一人一句，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小燕子，你是嫌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哪里热闹你就往哪冲呢？是谁让你多事去煎药的？又是谁让你去做汤呢？你就不能少做少错吗？皇阿玛，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了，
老佛爷不喜欢我，于妃娘娘讨厌我，你也开始嫌弃我了。好，既然老佛爷那么喜欢欣荣哥哥，就让永琪娶她好了。反正我小燕子跟这个皇宫不合，做什么都是错。好心都没好报。皇上，请您千万不要跟小燕子生气。小燕子她现在是急了，她一急就会口无择言。您是知道她这个毛病的。这些天她受了好多挫折，她自己也知道，想要大家接受她，好像难如登天。熬汤煮药也是出于一片热心，请您看在这一片热心的份上，不要跟她计较。尔康，你不要帮我说话。在这个皇宫里的人，只有心计，没有热情。你的热情论，爱新觉罗家的人根本听不懂。小燕子，给你几分颜色，你居然爬到天子头上了！你既然如此大胆直呼朕的姓氏，你简直就是一块朽木，枉费朕对你所有的爱。像皇阿玛这种随时都能收走的爱，我宁可不要。小燕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皇阿玛，小燕子是被气昏了头，才会口无遮拦的。她现在说的话，一会儿就会后悔的。皇阿玛，请你不要跟小燕子一般见识啊！我小燕子哪有见识？我根本就没有见识，只有你们才有见识。我只是一个来历不明、身份低下、毫无见识的闯祸精，什么错都归到我身上就对了。好，我离开这个皇宫，省得你们看我碍眼。像你这么嚣张、没有见识的女子，确实无法担负起皇室的重任。朕现在宣布，欣荣格格指婚给永琪，下个月15，两人完婚。皇上，请收回成命。看在小燕子和五阿哥情深意重的份上，请收回成命，以免造成悲剧啊！尔康，你住口！什么悲剧？永琪如果娶了小燕子，才是悲剧。你再多嘴，你也自身难保。我不会答应这门婚事，我绝对不会答应。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娘娘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事儿啊？皇上刚刚下谕旨，欣荣格格指婚给五阿哥，下个月15就要办喜事了呢。是啊，是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终于盼到这个好消息了。永琪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，我的心也终于踏实了。感谢菩萨，感谢菩萨，感谢菩萨，感谢菩萨。老佛爷，您气色好多了，有欣荣陪着您，您不会寂寞的。欣荣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正在帮老佛爷擦汗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跟我走就是了。哎，好好，慢点，慢点嘛。哎，慢一点。也好，两人也该培养感情了。老佛爷，今天真是一场混乱，好多事情都挤在一块儿发生。现在我只想知道，您除了吃了小燕子和常太医他们煮的汤之外，还有人喂您吃了什么吗？好像皇后喂我吃了养心丸，那养心丸以前也常吃的呀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
常太医是咱们宫里公认的医术最高明，就连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承认的名医，他绝对不可能出错的。小燕子他们就更不会害您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追究谁对谁错了。总之，皇帝答应了永琪和欣荣的婚事，我就安心多了。现在心情愉快，身子也舒服多了。我这病啊，算是我为了我们大清皇朝因祸得福吧。你一定要这么粗鲁吗？我没心情跟你客套，我就直话直说。我劝你去向老佛爷跟皇上要求取消我们的这婚。什么理由让我取消这门婚事呢？你不要明知故问。我跟小燕子的关系，宫里人尽皆知。难道你不知道我跟她的关系吗？你和《还珠格格》的关系，跟我们的婚事有什么关联吗？你不要跟我打哑谜。我不爱你，不能跟你结婚。我爱的人只有小燕子一个。这样说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和你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为家人、为长辈去履行结婚的义务，这是我应该做，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。这和你爱不爱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懂你在激动什么。你爱他，就继续去爱吧。我激动？我才觉得你是不是太冷漠了？你真的愿意嫁给一个一辈子都不会看你一眼的男人吗？我额娘的例子就在你眼前，难道你还要步入她的后尘吗？她挨过多少寂寞的日子，她受过多少委屈，她流过的泪水，恐怕都要流成河了。还好，皇阿玛曾经喜欢过她，而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感觉。你要这样的婚姻做什么？你能举于妃娘娘的例子，那更好。于妃娘娘在你说的艰苦的条件下，不是造就了杰出的你吗？于妃娘娘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办不到？像于妃娘娘这样贤淑坚贞的女子，才是我心中的榜样。你是不是个正常人啊？吴阿哥，我觉得我们身为子女，应该要孝顺父母，即使做不到孝，也应该做到顺啊。我一向孝顺父母，将来也会孝顺于妃娘娘、皇上和老佛爷，因为这是我的本分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这是千古以来对我们女子的教诲啊。不管你心里有谁，爱不爱我，这都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，因为我都会是你的福晋，这是改不了的事实。谈情说爱，实在不是一个大家闺秀应有的行为。我这样费尽唇舌的打醒你，你还是这样冥顽不灵的。难道你不知道我不爱你，我们的婚姻根本就不会幸福吗？你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吗？错了，男人的小情小爱终将会结束的。你和还珠格格也不会持久，但是福晋是终身的，扶持你，帮助你，为你相夫教子，这才是我的天职。因为我重视，所以我更要扮演好我的角色。我要对得起我的阿玛和额娘，我相信我会幸福的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？简直不可思议！小燕子，你跟我走，去跟皇阿玛道歉。你今天真的不应该说那些话，你真的伤了皇阿玛的心了。伤心？我才伤心呢！我们为老佛爷担心、热心、用心，结果呢？他嫌我多事，嫌我麻烦，嫌我这嫌我那的。好嘛，既然这样，我走就是了，反正他也不稀罕我。小燕子，虽然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你今天讲的话真是太冲动了。换作是谁都会伤心，永琪就是最伤心的那个。你怎么动不动就说负气的话？你真的以为走了就能解决一切吗？紫薇，
那是你指天誓日的结拜姐妹，你准备不管她了吗？还有永琪，永琪对你一往情深，现在还为你奋斗着，你也不管她了吗？还有麦尔丹和韩香，你真的准备撒手一走了之了吗？可是皇阿玛说他不再爱我了，他都不爱我了，我留下来做什么？他如果不爱你，他怎么会为了你和永琪的婚事把老佛爷气得晕倒？你真的是误解皇上了。我请求皇上收回成命的时候，只要你的态度软和一点，我们还是有转机的。你也没有反应，傲气在这个时候，吃亏的只会是自己的。快点！你说这事儿吧，姐，是不是老佛爷的身体又怎么样了？不是，查出病因了，皇上太医清白了。Thank God， 常太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我们送药给老佛爷之前，那皇后她自作主张给老佛爷敷了养心丸。我要是知道老佛爷敷了养心丸，绝对不会让他喝我们的汤药，因为养心丸会跟其他药材相克而起冲突，这就是造成老佛爷上吐下泻的原因。你们看看啊，又是一个大乌龙！皇阿玛每次都是这样，不先把事情搞清楚了，就开口骂人要人脑袋。他连长寿的医术他都不相信啊！这世上有这样的爹吗？既然已经查明了真相，我们马上去向皇上禀报。小燕子，你也去向皇上道歉。要去你们去，我又没有错。你们先带着常太医去找皇上，小燕子交给我。那就拜托你了，小燕子一向信赖你，希望你多劝劝她。走，快！皇后娘娘，今天这个局面你怎么看？是不是有点便宜于妃娘娘和欣荣哥哥？我今天本来可以修理一下长寿，都怪那个鬼灵精小燕子。娘娘，还珠格格这下可跌入地狱了，和永琪结婚不成，下个月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永琪和欣荣格格送进洞房，到时候欣荣格格坐正了福晋的位置，她就没戏唱了。哼，恶人有恶报，就该让他尝尝。只听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的滋味。欣荣这丫头，咱们还要观望一下，哪天来试试她的气焰。听说老佛爷将桂嬷嬷赐给了欣荣哥哥，奴婢和桂嬷嬷有点交情，可以问一点事儿。那好。今天还珠格格对皇上那么一闹，我就不相信她还有多少好日子过。总算能消除一个是一个，其他咱们慢慢解决。又是皇后，所以真正多事的是皇后了。那老佛爷现在有没有危险？这世上总有些人喜欢自己当大夫。好在我的病人命大福大，现在已经不恶心呕吐了。老佛爷再经过几天调养，也就没事儿了。那就好了。那你这几天就好好的调理老佛爷的病体，千万别让他乱服陈药了。这最好请皇上下个旨，这样可以预防某些人自作聪明。皇上，长寿告退了。怎么没看到小燕子啊？皇阿玛，请你收回成命吧，您不能把信用只给五阿哥，要旨也应该只给小燕子啊。紫薇，求您了。君无戏言这句话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，小燕子的脾气你们也见到了，不肯屈服，
不肯退让、不肯为大局牺牲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。永琪有他的使命，他需要有个大智慧的女人来扶持他。皇上，要成大器，也不用抛弃自己的最爱啊。以永琪的聪明才智，身边有一个挚爱的人，他才可以定下心来，安心为前程努力。如果失去小燕子，让他面对一个不爱的女子，他怎么能快乐呢？如果他不快乐，要如何能成大器呢？朕真是不明白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从头到尾，朕都没有要拆散永琪和小燕子啊，只不过是遵循了满人的习俗，先让永琪娶了具有满人血统的欣荣，日后永琪还是可以纳小燕子为妾啊。这还需要朕解释多少遍？还是你们心胸狭隘，容不下欣荣。皇上，小燕子的个性您了解，她无法和任何一个女人分享一个男人。她自由奔放，本来是不会留在这皇宫里的。荣华富贵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她留念的，第一是皇阿玛的爱，第二是五阿哥的爱。她和五阿哥之间根本就容不下一颗沙，五阿哥也是，所以他们才会走在一起。皇上，请不要再让他们两个心碎了。晴儿也请您收回成命。这件事情朕已经决定了，要朕改变是不可能的事。你们现在该做的事，是帮朕好好的说服永琪，别再做困兽之斗，也别再惹老佛爷生气。朕也有朕的无奈，你们都退下来。斑鸠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一层一层的屋檐，依然有好多鸟在这筑巢、飞舞，只是却没有一层是属于小燕子的。是不是小燕子注定没有家呢？小燕子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只是这个家太大、太复杂，让你一时还没有找到定位而已。我知道今天的震撼太多，让谁都无法招架，何况是你。再多的震撼，我们也都遇见过。只是这个地方越来越陌生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该为什么再去拼命了。中国有句话说：“当局者迷。”那就让我这个局外人来告诉你，你应该相信永琪，应该为他拼命，因为你们属于彼此，不是外力可以介入和破坏的。你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不要这么快的投降。是吗？可是皇阿玛都已经下旨了，还能改变什么呢？永琪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，他不会是在跟欣荣讨论婚事吧？你怎么那么不了解永琪？为什么不去想想，也许他现在正在向皇上求情，向老佛爷恳求啊！我相信永琪一定是去做些什么挽回和努力。你不要第一个念头就是先否定永琪，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。我为什么要进宫当这个《还珠格格》？以前的我，虽然常常没吃没喝，可是我每天都很开心。现在，我当了《还珠格格》，
我每天都在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担心掉脑袋，担心失去紫薇，现在开始担心失去勇气。班主，我不知道失去勇气我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今天我跟花妈说那些气话，也就是因为我太害怕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一向胆子大的不得了，我什么都不怕的。可是现在，我真的怕了。他们要将足勇气，就好像用刀在开我的心。我的心已经被开得乱七八糟了。哭吧，如果眼泪可以发泄你的痛苦，那就大声的哭吧。哭完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不会看着勇气和别人结婚。不管你们中国的婚姻制度可以娶多少老婆，我绝对不会让勇气负了你。这是班州给你的保证，勇气只能有一个你。斑鸠，我真的没有白交你这个朋友。今天你为我这样两肋插刀，将来等你讨老婆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爱情的。班燕子，你的幸福才是我的幸福，保护你的爱情就是保护我的爱情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剥了，你不想吃就不要再吃了。小燕子，你不要不说话，你有什么抱怨、什么痛苦，你都可以和我说呀。是啊，小燕子，你平常话最多了，你说说话嘛，你说什么我们都听。是啊，格格，我们还有好多花瓣呢，要不然我们帮你泡花瓣澡，把你泡得香喷喷的。哎呀，什么呀？你还想害格格被蜜蜂蛰吗？格格，不高兴的话就踢踢出气球怎么样？我们去年不是办了出气球比赛吗？今年还办不办呢？对呀，前几天我遇到如意，他还问我，咱们今年要不要办比赛，还说要第一个报名呢。格格再办吧，上次输给格格队，太丢脸了。这次阿格队一定要扳回一城。啊，乖乖龙地洞，如意那胖妞的大屁股，谁能招架得起呀？要是再办的话，我得多吃，再吃胖一点才行。就是，去年呐，我被如意那个大屁股啪一撞，那我小桌子好像得了内伤呢，我这现在还疼呢。你们还安检伤人啊？我阿哥，你总算来了，有什么结果吗？老佛爷和皇阿玛他们有动摇吗？我需要把小燕子借走一会儿，我有话和她单独谈一下。我们两个已经失去了皇阿玛这个家，但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有彼此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分开，我们要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划着船，走向我们的未来。我这样说你听得懂吗？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什么船啊？我们明明在陆地上，哪来的船啊？好，这个比喻不好，让我们再换一个。我是说，你不要再比喻了，你就简简单单告诉我，你会和欣荣结婚吗？现在老佛爷病倒了，
皇阿玛也不爱我了，玉妃娘娘不要我，那么你呢？你是不是也准备放弃我这个没有知识、没有学问、没有家世背景和不识大体的小燕子？小燕子，我喜欢你，跟你的家世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喜欢的是最纯粹的你，没有经过雕琢的你，常常说错话，却永远热力四射的你，常常闯祸，却永远充满正义感的你，常常让我担心，又常常让我惊喜的那个你。这么长的路走来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到底要我如何掏心掏肺，你才能明白我对你坚定的爱情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现在一切都变样了，皇阿玛变了，不再爱我了。你呢？你会不会也和皇阿玛一样，不再爱我了？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有多爱皇阿玛。当他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好难过。其实我不想让他难过，我也不想让他失望的。可是他已经放弃我了，他把你推给欣荣，这根本就是对我的惩罚嘛。小燕子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无心的，你只是在武装自己。我了解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也不会不爱你。我只怕你会不爱我。我阿妈知道我一急就会乱吼乱叫的，她要惩罚我，她可以罚我去写绿云大同篇，可以罚我关禁闭，可以罚我50大板，可是她就是不能让我失去你啊，永琪！我要怎么挽回你呢？我现在慌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去向皇阿玛道歉，我去向玉妃娘娘道歉。我不该对她没礼貌，我不该没有满人的血统，没有当大官的爹。小燕子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没有失去我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，谁也没有办法把我们两个拆开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去跟欣荣摊牌了，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我也只会跟你一个人结婚。我要让他知难而退。什么？你去找他了？你跟他说了吗？是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找当事人讲清楚。如果他够聪明的话，就会拒绝这门指婚的。可是，这是皇阿玛的指婚，谁能反抗呢？凡事都有第一次啊。也许我就是这一次的开创者。放心吧，交给我去处理。皇阿玛没有不爱你，他也无可奈何啊。他只能选择做一个孝子，而我却只好对不起我额娘了。不过，为了你，我会义无反顾的。即使被逐出皇室，成为平凡的小百姓，我也要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。永琪，永琪跟小燕子的婚事已经是凶多吉少。不管永琪怎么坚持，这皇室的规矩，老佛爷的固执，再加上皇上已经下了旨，我想挽回已经是没有希望了。你要让小燕子有一个心理准备。永琪和小燕子，是不是我们两个未来的写照？
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来，是的，如果想让皇上指婚，想让老佛爷承认，我们和永琪他们面对相同的情况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写照。但是在这中间，也有些不同。小燕子没有皇室血脉，你有；永琪是皇子，我不是，所以我们比较乐观。只要你的心不动摇，只要老佛爷对你的伤害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裂痕，那我们就是坚不可摧的。尔康，我很害怕，我怕小燕子承受不了，我怕我们终究敌不过这个皇室强大的力量。我们几个人何去何从？不要怕，有我在，屹立不摇。至于永琪和小燕子，就不是他们两个的事儿了，而是我们大家的事儿。在我们这个书芳斋家族，有股更强大的力量，叫爱。相信我，在这股力量之下，其他任何的力量都会变得很渺小。我们就一起努力吧。现在，我们还不到最后关头，相信皇阿玛只是一时盛怒之下才会把欣荣指给我。在皇阿玛还没有正式昭告天下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。可是，皇阿玛常常都说君无戏言，他有可能会收回指婚的决定吗？皇阿玛那边我已经找过了，欣荣那边我已经挑明了，我额娘那边更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表达了我的坚决。该找的人，甚至什么该威胁的话我都说了。现在最后的希望就是你了，小燕子。我这个背叛朱局的小燕子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一起去求额娘好不好？去求她成全我们。不管用求的还是用跪的，我们都请求她成全我们。只要说服了我额娘，相信老佛爷跟皇上都会改变心意的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们一起去求额娘好不好？你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？娘娘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呢？我去做巧克力给她吃，她不喜欢。为了能让她欣赏那安塞腰鼓，我们大老远就扛回来腰鼓。为了给她买发簪，东挑西选的，最后你还将小摊上所有的发簪通通都买回来了。这些点点滴滴的心意，她为什么感觉不到呢？现在去求她，去道歉，真的有用吗？我知道你很委屈，但是，就算我自私，害怕失去你，为了我，去向我额娘道歉好吗？我真的不能因为娶欣荣而失去你啊！永琪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额娘，我带小燕子来向您道歉。她在这儿已经跪了1个时辰了，请额娘给她一个机会，她有话对您说。都跪了1个时辰了，天还没亮你们就进房了？哎呀，这梅儿莹啊，都在做什么？快起来，有话起来说，别跪着说。云妃娘娘，你就让我跪着吧。我知道我的很多行为都不合规矩，上次我又对您大吼大叫的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我很多行为也很不得体，让您对我失望了。可是
可是我真的很喜欢永琪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来跟您道歉，请您原谅我。我给您磕头。我没出息，我也顾不得害臊了。我真的是离不开永琪。没有人让你离开永琪啊。你们要在一起，我这当额娘的没什么可说的。不过你这一大早就跑到我这里来哭哭啼啼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用不着啊。永琪，我允许你把他收房就是。不过，一定要等到你和欣荣结婚大典之后才可以。这样行了吧？额娘，我和小燕子跪在这儿，就是请求您取消欣荣指婚的事儿。只要您去跟皇阿玛说，跟老佛爷说，指婚的事儿还来得及阻止。我只想娶小燕子一个，其他人我谁都不要。还珠哥哥，你好歹是被皇上封了一个格格的，这姑娘家的尊严、身份、羞耻心，你都不要了吗？你怎么可以跪在这里请求我退掉皇上的指婚，把它还给你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？你喜欢永琪，我很感动，但是你又要人又要地位，实在是太不得体，太有失身份了。你快起来吧。额娘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接受小燕子？什么叫又要人又要地位？你不能这样侮辱她。她已经在这诚惶诚恐、诚心诚意跪了1个时辰了，居然换来你这样的屈辱！永琪，你又为了小燕子跟我大吼大叫。看来我和小燕子是没有婆媳的缘分了。或者，等你和欣荣结婚大典之后，你给他弄个外家也可以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永琪，你娶欣荣吧。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自尊全部都踩在了脚底下。我不跪了，我也不求了。看来我跟玉妃娘娘没有婆媳的缘分，我和你也没有夫妻的缘分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小燕子，永琪，你这个糊涂的恋人，你当初就应该一箭把我射死，免得我今天遭受这么大的羞辱。小燕子，小燕子，你站住！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听我慢慢跟你说，小燕子，你站住！小燕子，你快站住！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等等我！你站住！哎，什么最后的希望？我当初你什么地位了？这个皇宫是什么？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你娘对我说那样的话，简直就是向永琪在刺死我。小燕子，对不起，早知道向我额娘请罪会换来一场这样大的屈辱，我怎么也不会同意这样做。我知道我额娘已经没救了，不要把希望放在我额娘身上。我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，除了你，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的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班建明说过，婚姻这件事自己不愿意，谁也没办法勉强啊。我就这么渺小吗？我就这么低下吗？我就真的配不上你吗？永琪，我投降了，我没办法跟皇阿玛、你额娘、老佛爷，还
还有这宫里所有看我不顺眼的人相处。就算我成了你的夫妻，我也一样不会快乐的。你知道我的心就够了。这几天，我什么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都说了。现在我决定，我要放弃。你也放弃我吧。一阵温柔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红。一阵轻轻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缤纷的美梦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和风轻拂，寒风暴风。我迎向所有的风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轻松。